许多人可能都熟悉马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需要，支付宝可以上交给国家。这番言论当时引发了国内网友的激烈讨论。如今，马云的这一梦想已经变为现实。2023年12月29日，中国央行发布了一份重磅文件，同意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将其注册资本由10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亿元人民币，并将其股权结构由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100%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这意味着支付宝中国作为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将不再受到任何单一股东的影响，而是由一系列的基金会、慈善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者共同持有和管理。这一消息在中国和全球引起了轰动，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金融革命，将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更多的竞争和创新。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博弈，是中国政府对阿里巴巴集团的一种惩罚和控制。在2006年，马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表达过支付宝可以上交给国家这一观点。他表示，只要国家有需要，他随时愿意将支付宝上交给国家。这番言论也引起了阿里巴巴的主要股东雅虎的不满。马云在2018年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将阿里巴巴定位为一家服务国家的企业。不同时间点，马云的心境一定不一样。2006年，马云那样说，可能是为了堵雅虎和软银的嘴，可以表现得很大度。2018年，马云那样说，可能就是为了自保。马云敢给，他也真敢要啊。那么，支付宝中国的无实际控制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对支付宝的业务和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又将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将进行多方面进行分析。支付宝的无实际控制人并不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历史演变和法律程序。支付宝中国的前身是支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要提供在线支付和转账服务。支付宝在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占有了绝对的优势。截至2023年9月，支付宝的活跃用户达到了12.5亿，支付宝的支付交易额达到了62.5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54.4%。然而，支付宝的成功也引来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和监管。2010年，中国央行发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从事支付服务的非金融机构必须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并且不得有外资持股。这对于支付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支付宝的母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已经在2007年在香港上市，有很多的外国投资者。为了避免支付宝被央行没收或停止运营，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和其他高管决定将支付宝的股权转让给一家名为浙江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新成立的公司。而这家阿里巴巴的股东则是马云和其他几位中国公民。这样，支付宝就从阿里巴巴集团的控制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一家独立的公司，也符合了央行的规定。这一举动在2011年被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要外国投资者雅虎和软银发现后，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雅虎和软银认为，支付宝的股权转让是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侵害，要求阿里巴巴集团给予他们补偿或恢复支付宝的股权。经过几个月的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阿里巴巴集团同意向雅虎和软银支付支付宝的一定比例的未来收益，以及支付宝在未来上市时的一定比例的股份。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在美国纽约上市，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支付宝作为阿里巴巴集团的重要资产，也受到了市场的关注。为了让支付宝的业务更加专注和灵活，阿里巴巴集团决定将支付宝从这家阿里巴巴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一家名为支付宝中国的新公司，同时将这家阿里巴巴改名为蚂蚁金服，负责阿里巴巴集团的其他金融业务，如小额贷款、理财、保险等。支付宝中国的股权结构仍然由马云和其他几位中国公民持有，但是他们并不直接持有支付宝中国的股份，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基金会、慈善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者间接持有。这样，支付宝中国就形成了一种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也被称为合伙人制度。支付宝形成无实际控制人的合伙人制度后，其股东结构更加分散和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支付宝通过这种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的确从一个商业公司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黑箱。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股权结构的非透明性上。支付宝名义上的多个股东背后都有复杂的控股链和受益人，真正的控制方很难判断。这种股权结构的名义目的可能是为了规避监管，但实际效果是政治力量可以通过各种非公开的途径影响或控制支付宝的决策。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商业目标和政治目标的矛盾上。无实际控制人意味着支付宝不再是一个标准的以盈利为导向的公司，它的商业决策很可能会受到某些隐藏的政治动机或外部势力的左右。这有悖于一个正常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的运作逻辑。可以说，在这一次改革中，支付宝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被割裂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的支付业务和技术，他们可能仍遵循商业规则；另一部分是决策权和控制权，他们似乎已经完全成为了某些政治力量博弈的工具。前者继续运转，后者变成了一个黑箱，这对支付宝的长远发展都是不利的。黑箱政治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这是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某些隐秘的政治动机和力量的过度介入扭曲并最终割裂了一个商业公司的完整性，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支付宝无实际控制人改革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我们有理由警惕，这可能仅仅是某些隐秘政治力量试图影响和控制企业的一次尝试。如果这种趋势继续蔓延，将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健康至关重要。表面看，这次改革使支付宝摆脱了商业集团的控制，获得更大的业务发展自主权。但我们有理由质疑，在这无实际控制人的表象下，是否存在某些隐秘的政治力量在操纵和利用支付宝？这种力量的具体来源和目的都蒙着一层面纱，但其结果是扭曲了支付宝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的天然属性，深度介入了应有企业自主决策的许多层面。这已经严重损害了支付宝运营的商业逻辑与效率，使其商业目标难以为继。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隐秘的政治力量一旦介入企业，就很难杜绝超越经商范畴影响力的扩散。他们可以未经公开讨论，改变和推翻许多商业惯例；他们可以置企业真实需求于不顾，强推某些政治目的；他们可以随时要求企业为其政治立场背书或采取行动，种种可能都让人不寒而栗。中国多年来一直宣传在大力推进法治建设，也在逐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公权力的行使。这次改革却在商业领域敲响了政治化的警钟，它表明隐秘的政治力量仍然可以指派企业，将其作为政治工具随意利用。这无疑将严重损害中国营造文明、透明和高效的商业环境与社会治理秩序的种种努力。100年前，
胡雪岩以其技艺创业，却因得罪权贵被迫破产，病死破屋。100年后，马云凭借互联网创业获得巨大财富，却在支付宝改革中被迫放弃控制权。两者命运似乎有某种奇妙的相似之处。胡雪岩的悲剧反映了那个时代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残酷现实，马云的遭遇则是在一个名义上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上演。100年之间，中国已历经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但是权力与商业之间的暗流涌动，利益集团的博弈争斗，似乎从未间断。马云是否能跳出这种历史循环的魔咒？如果商业规则不透明，市场秩序失灵，权力监督不力，隐形的政治力量可以随意改写商业合同与市场交易规则，那么马云很难避免重蹈胡雪岩的覆辙。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再次来到历史的节点上。